各位好，我们今天来讲一下海产。我们都知道来越南都需要去吃海产，可是我要如何的选菜，如何的选餐厅，才知道这一家餐厅是便宜又大碗的餐厅，或是属于比较好的菜色，才不会踩到地雷。那我们今天就来这边讨论一下。我们开门见山的直接回答几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你如何知道这一家海产店它的价格是贵还是便宜？那一般我们就是进去的时候，或者你可以在门外就直接问他，在选海产的时候在那边问他，请问你就直接问他说龙虾1公斤多少钱？基本上问龙虾就大概知道这家店是卖的贵还是便宜的。便宜的大概会在末端价大概会落在120万1公斤，木酒、海、木鸡，或者是木羹。那如果说你是属于它卖的比较贵的话，它会落在180万。胡志明市的话，基本上都在170、180左右，然后吉佛岛也在170万左右。所以这一家餐厅，如果它龙虾卖的贵，那么这家餐厅它所有菜都会卖的比较贵。如果它龙虾卖的便宜，那么这间餐厅它就是所有的菜跟所有东西都会相对比较便宜。我们先来讲一下各种虾类的粤文。首先就是龙虾，龙虾我们叫东红，然后再来是草虾，草虾叫做东叔，那泰国虾叫东梗，那螳螂虾基本上叫东铁。那基本上里面草虾是最便宜的。那在台湾刚好相反，是泰国虾比较便宜，草虾比较贵。可是在越南刚好是相反，草虾比较便宜，泰国虾比较贵。然后再来就是龙虾跟螳螂虾，这两个是同价格的，就是1公斤都是同价的。可是龙虾这个东西因为品种单纯，然后大小也是差不多，基本上就是那个固定的价格。我们现在先从龙虾开始介绍起。基本上龙虾分成3个品种，分别是绿龙虾、花龙虾跟澳洲龙虾。那第4种的阿拉斯加龙虾，它是属于螯虾类，所以基本上我都不把它当成龙虾。所以基本上你只要看前3种。实际上你在越南当地比较常遇到的就是前面2种而已，就是绿龙虾跟花龙虾是你在越南是最常见到的。绿龙虾的粤文叫东红山。它基本上它的这只龙虾它的重量比较小，也就是说它大概是在300克到500克之间，也就是说是属于小龙虾。但是它可以很明显看到它是一只龙虾，它比较小只。那花龙虾叫东红崩，那东红崩这种龙虾基本上是在1公斤左右，会比较大只一点。那你如果吃到龙虾比较大的，在餐厅里面吃到的都是属于比较大一点的，都是花龙虾。那这2种龙虾的单价并不会误差很大，基本上一个是在120万，一个是在110万，大概就是差一点而已。但是这2种你买一只起来的价格会不一样，因为绿龙虾单只买起来比较便宜，大概是在40万左右就可以买到一只。那花龙虾的话，基本上你大概都要到100万上下，或甚至要大概120万，因为它的重量会大概在1公斤上下。目前吃到龙虾最便宜的2个城市，分别是肯特市跟潘切，这2个地方是我吃过龙虾比较便宜。基本上它花龙虾的单价都在120万左右。那我吃一只起来的价格大概是落在于大概90万一只。有一件事情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就是越南人在吃龙虾，基本上他只吃活的，死掉的基本上他不吃。那如果说他刚过世放在水槽里面，刚刚不小心就是死掉了，那么基本上它的价格是对半砍的。那如果它是冷冻的话，那么基本上它的那个价格是对半砍的对半，所以这个冷冻的价格是非常的低的。那活龙虾我们的越南语叫做熟东红，那如果冷冻龙虾，那我们会叫它东南，就是东南东红，南东南。
那我们来看一下龙虾有哪几种做法。那我们现在找一家餐厅，它这一家餐厅是在土龙木，就平阳的土龙木里面的一家餐厅，算蛮有名的。那我们来看它有对龙虾有几种做法。那首先第一种就是呢就是烤的意思。那它烤有1、2、3、4种。第一种糜的意思就是指什么都没有，就是纯烤。那第二种就是糜罕就是加葱而已，就它就是单纯的加葱。第三种就是蓝富麦就是所谓的起司。然后第四种就是所谓的梅厄的意思就是指盐巴跟辣椒一起去烤。我们在越南最常见的就是蓝富麦这种方式。那蓝富麦就是所谓的焗烤。那它只要有关于生蚝类的这种蚌类的东西，他们都很喜欢做成焗烤。那相对的龙虾也是最喜欢把它做成焗烤的模式。我吃龙虾最喜欢吃2种口味，就分别是蓝丢桑跟蓝蒸木。那这2种是我目前遇到餐厅各有自己的独自做法。它所谓的蓝丢桑就是所谓的糖醋的做法，只是它是用胡椒粒去做的，我用胡椒然后做糖醋。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咸蛋。用拌咸蛋的方式，然后再配上法国面包，慢慢的这样子吃。我们分别来讲一下蘸酱。那我们称这个叫做海鲜蘸酱4宝。那它分别就是酸、甜、咸、辣这4种口味。那左上角这一个开始的话，就是所谓的鱼露酱。鱼露酱的口味是甜的。因为它是属于经过调味过，它用糖跟很多的一些调味料，然后去做一些调整，所以它鱼露味道不会那么重。那这是我目前我可以接受的调酱。那右上方的这一个是所谓的辣的口味，那这种是青辣椒，然后再加上它的炼乳所下去做调制的。那左下方的这个就是我一般常见的酱油。那左下方这个是酱油，它这一个东西是咸的，然后右下方的这一个，这一个是酸的。那它其实它是属于的胡椒，然后再加上那个新鲜的柠檬去炸出来的东西啊，所以它分别有4种口味。那基本上你去海鲜，这个4个蘸酱是基本会配有给你的。那我们接下来来讲一下螃蟹。螃蟹它基本上的价格其实也蛮贵的，大概是1公斤在70万左右。那基本上它分成2种，就是海蟹跟所谓的昂锦跟菜锦。那我们的昂锦在越南有一个特别的讲法，就是带卵的那个螃蟹呢，它在当地有一个特别的讲法，那叫锅港，菜锦就叫锅挺，那南越人都叫锅腾。Là cua cạp ở đâu? Cua cạp Dọn hấp á? Cua cạp. Đây là cua gạch này. Rồi biết rồi, nhưng mà ở đây còn có cái này 1 kg bao nhiêu á? Cua cạp. Em 1 kg nha. Nếu không em bắt không có 6 kg. 6 kg? Bao nhiêu 1 kg? Bao nhiêu 1 kg à? Sáu trăm ba mươi ngàn 1 kg cua gạch. 630. Đi tầm bao nhiêu? Tầm bao nhiêu? Tầm khoảng 400 lạng chị. Chị 400 lạng. Hả? Chị bắt chị một con bao nhiêu à? Bao nhiêu kia? 我们讲一下刚刚之间的对话。那它对话就是1公提等包妞，意思就是指说那个大概会有多重，大概会到多少的意思。那等这个意思就是指差不多，然后大概的意思，大概到多少。那么对方他就回他说蒙兰难几就是指说大概是4到500克，就是说呢基，他刚刚有讲呢基的意思，就是指半公斤，
4到500克，400克或500克，大概那个区段。哦，那这个揽的意思就是指说跟扔是一样，哦，它就是100克的意思，哦，跟扔是一样的意思。那他讲的下一句话就是雷恩保基周安，那这个意思是说，就是我晚一点我会报那个重量给你，因为我有问他说，在后面我有问他说，你大概是1公斤多少钱？哦，1公斤是多少？他就是说他也不知道一只，他以为我问他一只多少钱，那么他就是误以为意思，那么他就是要回我说，等我们去抓了重量，就是抓一只称重是称了多少，然后他再跟我讲说报重量，然后他才能算多少钱。最后我再跟他讲说，那你1公斤是多少？我又重复看看的问题，1公斤是多少钱？哦，那他才马上的再跟我讲，就是说1公斤63万，哦，1公斤63万才报给我。那他里面有讲的一句话，你6號北來。M 保基周安，好了，也就是说他在等我去抓了，就是他去选择你要吃哪一只，然后称了重，他再跟我讲重量，然后再跟我讲价格，然后他们就是用这种登记的方式。最后我们选完螃蟹，然后去称重，称完重的时候，我们最后决定用蒸的，就是用哈，哦，就是哈格，就是蒸。用姜去蒸就好了。出菜的时候，他送到我们的座位上，还有专门的人来帮我们把螃蟹把它剪开、剥开，然后方便我们食用。这大概的售价是在40万，大概是500多块台币左右的一个价格。那因为我们点的是锅嘎，锅嘎它的就是指它有蛋的，就是昂紧，它里面有产卵产蛋的。这一种会贵了一点。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螳螂虾。螳螂虾的粤文叫东踢。螳螂虾它的价格大概会跟龙虾差不多的价格。哦，如果它是大的，哦，就是比较大只一点，它一定是跟龙虾同价格，而且甚至有时候还会比它贵一点。螳螂虾它肉质并不算很多，可是在越南它却是蛮特别的一则虾类。那这种螳螂虾在台湾叫虾菇，那我们台语叫黑狗佩嘎，在广东跟香港一带，我们叫它赖尿虾。那在越南看起来是蛮大只的，那是因为台湾看起来都比较小只，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台湾就把它抓起来了。那因为它这个长大需要很长的时间点，所以这种虾类在越南它会比较贵的原因，是因为它需要一个时间去把它养殖变成这么大，所以它也价格也会比较偏高。那你可以吃到这么大的赖尿虾，基本上也只有在越南这个地方才会有。如果你要来越南尝鲜的话，这个是可以让你尝鲜的一个蛮新奇的一个虾类。他们最常做的做法是水煮，或是盐焗的方式，或是盐烤的方式。这一只的售价大概目前是在70万到90万。我们来讲一下贝类。那贝类这一个东西，它其实在所有海鲜类里面都是比较便宜的。那通常比较贵一点的贝类，大概就会在餐厅都会卖的比较多。那如果比较便宜的贝类，那就会在那种我们所谓的螺店、小店，它才会卖。bao nhiêu tiền một ký á? 350. 350 à? Cái này gọi cái gì? Nghêu hai còi. Còn cái này. Cái này sò dương. Sò dương. Cái này nướng mỡ hành. Cái này thì bao nhiêu? Cái này 450 ký. 450. Vậy là hai người thì mình cứ lấy 2 con thôi. Hai con nữa thôi. Nhiều, Ok. nhiều, 2 con và bao nhiêu? nửa ký à. Nửa ký á? Ok. Ừ. Lấy 2 con này nữa. Lấy 2 con này được không? Lấy 2 con hết. Mà để nửa ký á. Giống như để nửa ký. Cái này thì nấu gì cơ? Hấp xả. Hấp xả hả? Cái này hấp xả. OK， 阿 Sa， 我们对贝类的结论就是，其实所有的贝类几乎都可以点，
因为它是非常的经济实惠的。那我会建议你在贝类这一块可以多点一些，然后它的东西你可以选比较大的贝类，然后它吃起来的口感又舒适。所以你既然已经来到了越南，你可以多选选我们在台湾比较少吃的一些贝类哦，像象牙蚌其实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我们基本上已经把虾类、螃蟹类还有贝类大概都有介绍，虽然我们没有介绍到鱼类，还有一些面食。那基本上这些等你来了越南，可以来自己来探索一遍。那我们可以让你有一个基本的一些认识。好，感谢大家对我们今天的影片的关注。